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女人会打架。手提着榔头，拿着2个小刀片，蹦蹦跳跳就去干架了。女人狠起来真的没男人什么事儿。那当然，这都是在影视作品里的。那在现实中，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的女孩？我们来把目光拉回到现代。今天我们来讲一场人数比赛。男孩小白身高180，女孩阿紫身高158。小白发起进攻，这个一开始并没有把阿紫放在眼里。小白成功抱单腿，阿紫顺势倒地。阿紫的核心力量很强，居然成功翻转来到上位。阿紫单腿跪在小白的上半身。阿紫成功来到侧位压制，再次来到齐乘位。我们来看看阿紫想做什么样的动作。小白想起身没有成功，再次被阿紫压住。小白想起桥还是起不来，阿紫牢牢控制这个把位。这个阿紫看起来个子也不大，体重也不重啊，怎么力量这么大？阿紫转换把位想做十字步，小白离地起身，这个时候应该往下压啊。大家仔细看，阿紫在下位已经打扣成功，看看小白还能不能坚持。这个裁判我看也不怎么专业啊。小白发出了杀猪似的吼叫，小白的左胳膊八成是断了。阿紫顿时就心软了啊，感觉下手太重了。这下应该是伤的比较严重了，所以说兄弟们千万不要去惹女孩子，在家里面被打了也就打了啊，忍气吞声，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兄弟们。好，看格斗来小北格斗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。喜欢这部哥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越南男女混合摔跤，居然有兄弟说他可以摔得过大美，只能说这些兄弟情商太低。今天我们来看看情商高的人都是怎么输比赛的，输了比赛以后说不定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比赛的现场。老规矩，男女混合摔跤，他们这个摔跤前还要跳一个插秧舞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越南是农业大国，举办这样的比赛也是为了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。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也是赛前热身。那么好，接下来越南乡村爱情摔跤大赛正式开始。穿着黄色衣服的大国对阵穿着橙色衣服的王云，王云反复用巴掌击打大国的头部，大国率先下潜抱单腿。王云的反应很快抱住大国的胯部，保持自己的平衡。王云的速度很快，力量也很大，现在转换把位，反而抱住了大国的腿。王云后仰把大国摔倒，大国想强行起身，但是无奈力量不够啊。王云抱住大国的右脚，大国按住王云的头想挣脱，大国把胯转过来，从上面抱住王云的腰，大国发力想把王云翻过来，但是没有成功。虽然王云是女子但是这个长得是虎背熊腰的。王云继续挠大国，大国是节节败退大国受不了了，再次下潜。王云转换把位，再一次的控制住大国。这个比赛的规则大家应该都知道规定时间内把对手摔到双肩着地，或者看谁的控制时间更长。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分出胜负。王云想把大国挑倒，大国只能趴在地下来寻求平衡。大国想起身，被王云压倒。王云这个时候的小表情有点春心荡漾。王云抱住大国的大腿向后翻，还好大国的双肩没有着地。
不然就输掉比赛了。大国只能向前爬行，想挣脱王云的控制。大国气的是龇牙咧嘴啊！此时的大国多想硬气一把，但是无奈实力不允许。王云再次把大国扔出去。好的，第一回合时间到，两个人都累得坐在地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精彩的慢镜头回放。王云的力量是真的大，直接把大国给扔出去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第二回合。大国下潜，王云的速度很快，再次把大国带入地面，把大国压平，王云再得一分。这次回到攻心地带，这次是王云主动进攻。看看现在大国能不能控制王云。哎呀，还是控制不住，两人的力量差距还是比较大，王云的力量更大。那么好，比赛时间到。那么对于这场比赛的输赢也不用我多说了吧。裁判让大国和王云握下手，比赛主办方的老板也上来给他们两个人发放奖金。就在大家以为这场比赛已经结束的时候，那么意外还是不出意外的发生了，王云居然径直的走向大国。想你这件事情一直在我脑海中，你是我永远都走不出来的迷宫。而且对着大国的脸就是亲了一口。对于大国来说啊，这个幸福是来的猝不及防啊！现场的观众啊都在给他们鼓掌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那么最后，请正在看视频的你也把“在一起”三个字打在弹幕上。你们看了今天的比赛，还认为你们可以帅赢大美吗？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记得给小北哥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女人打起架来比男人下手都要狠。这里是日本混混打架综艺 Breaking Down 第7季，本季度加入了女混混的元素。女混混一波接着一波走进选拔赛场。我们今天看看有哪些女混混一言不合现场就开打，记得点上关注，我们一集一集往后跟。这个吸血鬼装扮的女人叫树21，自称现场就可以来干一架。招商未来问现场有谁愿意和她打，这时候有一个叫木村美玲的愿意和她打，自称练习原级空手道。招商未来说你们俩谁打赢了就可以自行挑选对手进入决赛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树21对阵木村美玲。坐在台下的是上一期的女子选手。好，比赛开始。木村美玲率先起高鞭腿，木村美玲练的是空手道啊，然后她的个子又高，腿法也不错。空手道还是有一定的实战能力的，特别是腿法非常不错。木村美玲这个摆拳打空，双方拼拳的时候啊，21是不会吃什么亏，但是从这个气势上还是木村美玲更加占优。所以说打这个1分钟的打架规则，有些选手往前冲也是有原因的。好，1分钟时间到。那最终木村美玲赢下比赛。木村美玲赢下比赛以后，就决定挑战上一期的这个盐户千晴。下一组出场的叫山田风夏，也是练习极真空手道，自称是全国第3名。下一个学生模样打扮的叫吉本，自称打野架没有输过，他俩都要挑战和田敬礼赖。吉本说：“我过来就是要挑战最强的，过来就是要挑战和田。”和田敬礼赖让山田风夏打一下空击，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那对于山田风夏的这个空击，你们怎么看？
招操未来让山田丰夏和吉本决出胜负，谁赢下比赛，谁就可以挑战和田敬礼赖。好，比赛开始，戴着红色拳套的山田丰夏对阵戴着蓝色拳套的吉本。山田丰夏进攻的更加积极主动，看得出来实战经验更加丰富。吉本目前只有挨打的份，吉本自称在路上打架没有输过，估计也就是在学校欺负学生。整场比赛基本并没有什么动作，全程只能被动挨打。好，1分钟时间打完，那这场比赛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悬念了。山田丰夏赢下比赛，看起来基本的脸都被打肿了。那最终山田丰夏赢得了和和田敬礼赖的这个决赛机会，两人都是练习极真空手道的。那么我们的决赛局见。看格斗来小北格斗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个男人在和美女摔跤的时候露出了猥琐的笑容。这里是越南男女混合摔跤。前面我们陆陆续续带大家看了一些精彩的男女摔跤比赛。虽然说男人在身体素质方面有着先天性的优势，但是俗话说巾帼不让须眉，赛场上的女孩们经常会用技巧来克服力量。这个满身肌肉的老男人叫老布，他是今天的蓝方选手。坐在旁边穿着黑色衣服的这个是今天的女主角，她叫大丫。现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，非常热闹。主持人在介绍比赛双方的选手。今天的比赛是有赞助方，如果说谁赢了会拿到更多的奖金。那对于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的越南家庭来说，这些比赛奖金也是大有用途。所以说参加比赛的选手都会全力以赴，用上毕生所学。老规矩，比赛前先跳一段插秧舞，用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。那看到这里的兄弟们，也祝你们万事如愿，事事顺心。没有关注的，辛苦大家给小伟哥点一个关注。这个场地类似于中国的体育馆，现场也是围得水泄不通。由此可见啊，越南人有多么的痴迷于这个运动。好，跳完了插秧舞啊，双方也是热身完毕。那正式比赛马上开始。那么今天的越南男女混合摔跤正赛正式开打。穿着蓝色短裤的老布和穿着黑色短裤的大丫，双方开始压低重心。老布抓住大丫的左臂，想把大丫摔倒，但是没有成功。老布再一次冲锋，看起来是想速战速决。老布的左手勾住大丫的右腿，但是没有成功。那这一波进攻也是宣告失败。第一轮交锋让老布也见识到了大丫的实力。老布决定缓一下，看起来这个丫头啊真的是没那么好对付。双方再试探一会儿，大丫突然下潜。老布把自己的重量压在大丫的肩膀上，后面的观众席上面有人在给他们加油。这个姿势也保持了一会儿，现在大丫想起身。其实摔跤对于双方的体能要求也是非常的高，大丫想拿背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双方先保持这个姿势休息一会儿。有的人很喜欢看摔跤啊，其实摔跤的这个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。这项运动我觉得在国内啊应该也可以普及一下，对抗性没有格斗那么强，但是呢技术含量又比较高。
老布突然发力想摔大牙，但是没有成功啊。老布在大口的喘气啊，非常的累。好，第一回合的对抗结束啊，时间到，我们马上来到第二回合。老布突然转换把位，拿到了大牙的背，那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啊！老布用上了他40连光棍的手速，这个拿背姿势啊，多少有点尴尬。现在大牙是动也动不了，大牙开始往旁边转动，老布是紧紧的抱住大牙的这个腰。大牙现在是不敢轻易出动作，他必须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啊就输掉比赛。大家可以看老布的手臂啊非常的粗壮，一看就是非常专业的摔跤手。老布控制住大牙的2条腿，这个时不时的还在后面啊露出了这个诡异猥琐的笑容啊。好，大牙成功转身摆脱控制，由于地面控制时间过长，没有什么好的动作啊，裁判让他们分开，重新继续。大家可以看到老布2个腿膝盖上面的这个老茧啊，一看就是长期训练摔跤。好，稍作休息，然后比赛继续。老布又是使出这一招拉单手抱单腿，再次拿到了背。我们来看看大牙有没有应对的方法。这个力量方面啊，真的是相差比较大，老布的青筋都爆起啊。老布控制住大牙以后，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但这个姿势老布也不能维持太久，因为太累了。老布再次开始发力。大家想起身，老布再次控制，2人的力量差距还是比较大。大家成功起身，老布应该是累了。好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回合的决赛局。光棍40连的老布，看看能不能给这个美女大丫留下好的印象。好，最后一回合比赛开始。大家终于主动进攻，压住老布的肩膀。
说实话，大鸭的这个技术啊，应该也是最顶级的。老布在前面的比赛中啊，已经使出了各种技能，但是都没有成功制服大鸭。老布下潜想把大家整个扛起来啊！这里的摔跤比赛，如果说把对手整个扛起来悬空，也算成功的赢下对手。那现在换成大鸭拉背，如果大鸭把老布摔到双肩着地，也是可以赢的。双方进入了角力时刻，老布发力啊，把大鸭整个扛起来。我之前说过啊，两人的力量差距实在是相差太大，最终是老布赢下比赛啊。老布用自己的绝对力量战胜了大鸭，但是大鸭的实力啊也是不容否定。好，等一下就是他们的颁奖发钱时间了。虽然说大鸭输掉比赛，但是等一下也是有奖金的，而且现场观众如果说有愿意赞助他们，或者是说给他们奖励的，也是可以直接拿钱上来给他们的。对于老布这样的40连的光棍啊，我也是找到了他光棍的原因，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。现场有一个当地的老富翁啊，给这个大鸭赞助了一些钱，最终结果老布是赢下比赛啊，失去了人心。好看格斗来小北格斗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下期见。